我上個月烤鴨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嗎？於是這個月我飄了，我又花重金買了個烤乳豬的配方，尋思試試這玩意兒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這配方第一頁赫然寫了4個大字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選擇了選擇性失明，因為剔骨實在是太難了。後來我乾脆自己制定了一條標準，就是所有在我手裡處理過的豬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於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後我認定它就是一隻好豬。然後我們還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爐，想取一些整磚，但光靠錘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稜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萬萬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這回他還偷摸帶走了房東的墙角。满这豬煙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現在是這樣的，我們希望給它烤成這樣。找了一圈，發現最適合這個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來不及給它卸了，就買了一卷石膏繃帶，只是拿它套個拱形模具出來。但是第一次也沒什麼經驗，一不小心給石膏纏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給它纏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問說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實咋也沒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纏上总覺得心裡空落落的。這豬還需要再風乾幾個小時，這回正好沒啥事兒，可以發福利。通過拼多多聯繫到了泰國原產地，準備了上萬斤的金枕榴蓮，1塊錢就有機會秒殺到5斤重的榴蓮，基本都是五房肉，香甜軟糯，而且味道香濃。鏈接放評論區了，只要鏈接在就是還沒搶空，你們抓緊去掏它。我還做2盒烤榴蓮，等會兒夾着烤乳豬一起吃。然後這豬風乾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開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視頻都是讓一直這麼舉着烤，問題這豬10來斤的也舉不動啊。主要前2天做豬生面剛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現在吃個飯怎麼這麼難呀？我們一共準備了2隻豬，原本是打算一隻烤光皮兒，一隻烤麻皮兒，結果最後2隻都烤成了糊皮兒，但這一點都不耽誤它好吃。來個小豬腿，再蘸上酸辣醬，我天哪，給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後我看人吃烤乳豬，最後都得摔個盤子，但我也沒捨得。不過該有的儀式感還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後，決定把小胖的石膏錘了。敲完這一錘，我們的夏天就結束了，因為現在哈爾濱晚上已經不到10度了，這才8月份呢，太他媽不尊重夏天了。天暖和了，要開化了，感覺現在東北家庭都在幹一個事兒，就是想着把陽台上凍貨吃了。這些箱子這禮拜必須全幹掉，要我媽又該琢磨買冰櫃了。我爸頭2天挖了個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這玩意兒太嚴謹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澆了2層冰，這開採難度太大了，趕他媽挖礦了。我就這麼打個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這玩意兒不比保暖櫃差。焦帶魚一冬天都沒人願意收拾它，開春了實在躲過去了，讓我脖肚分離了，魚頭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切過燉了。這排骨因為花紋好看，我媽一直沒捨得吃，結果凍風乾了，再不吃就得餵狗了。還做了壽喜燒和固蛇塊，正好借着他倆把冰箱裡剩青菜打出了。完今天給去年種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覺得腿肚灌风，我尋思我怎麼燻成這樣了，完一看是褲子燒漏了，這事整的他媽鍋沒10幾回，褲子燒壞倆了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鵝、煎皮、汁蝦、排筍、叉肉、德魚、剁頭、烤魚、瘦燒，看没看着？这個最有心眼，在那趴上坐哪最合適呢？那叫一個肥沃的土地不長草，聰明的腦袋它不長毛啊！我今天買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應該是明年見了，現在開始炫爬干了，然後把灌那些乾腸都塑封了。我本來其實剩挺多呢，我這一拆箱看沒剩多少啊，趕緊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獎那個姐們都給寄走了。10天之前還是這麼一大盆呢，現在就剩下這麼一點了。但我估計這10來斤也夠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這樣嗎？多的時候使勁吃，越剩少了開始越不捨得吃了，放到最後全他媽壞了。哎呦啊，這汆鍋底兒也沒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招了汆鍋底兒。早上他安排我去買海鮮，他買酸菜。我說咱倆一起去買海鮮唄。他說不行，買酸菜重要，買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點養老金都要捂出蛆來了。我就納悶，我一個獨生子，他怎麼想不明白呢？還是我媽實在，我買東西回來發現她給我找個這麼大盆，我說我也不是上貨去了，至於嗎？但這個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東北的海鮮汆鍋底了解一下。我實在沒想到這大鐵鍋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這只沒擠進去的讓我們包餃子了，這只一直在鍋裡煮着，主要是給酸菜借借味兒。這只是我姑，大夥都在那吃蝦呢，她幹一盆蝦片。
好在我弟沒隨他呀，上來就問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蝦。這家伙3口1隻蝦，吃得自己直上頭。完了又乾一瓶外星人電解質水，這玩意兒零糖零卡不怕胖，還能快速補充水分和電解質。你說吃着海鮮喝着外星人，1斤稱不長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我們家這些活爹呀，說願意吃餃子，全回屋包餃子去了。時間過得飛快呀，他們再出來天都黑了。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說今天到這吧，這給我二哥急的呀，說別介呀，生蠔還沒下呢。你說他包2個小時餃子，他不惦記，他惦記外面那點生蠔。這幫夜貓子越吃越餓呀，這羊肉餡和螃蟹餡都汆成丸子了，這盤白肉也全下來了，就連這痛風的饺子湯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嗎？我爸問我啥意思，我說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凍得嘶哈的，還整挺快樂那出的意思。奶想吃沙琪瑪，完了跟我爺上超市了。你說現在出这玩意兒沒他媽一個正經味的，全是什麼芝士的、蛋黃的，就是沒有原味的。我爺說湊合一口行不行啊，掌櫃的？我奶說那肯定不行啊，寧缺毋濫，你不懂啊。蒸了幾個你們愛的我的這個奧爾良雞腿包，剩點圓蔥也放了，但奶說照那個大肉粒包的還是差了一丟丟。然後做了個蒜香雞翅，炒了個松仁玉米。這個松仁玉米啊，是有賣扒好的松子的，我他媽不知道，我安排我弟刻到早晨4點。哈爾濱現在已經零下了，直接過冬了。給奶做了一鍋魚羊鮮，但這玩意兒1年做不了2回，真不如那骨棒和肘子做的順手。而且這肘子一出鍋，我勒個去，有些事儿真不怪我奶。我弟說撒謊兒子，現在帝王蟹、龍蝦看着真迷糊，但肘子多的都想來一口。這一和面廚房造的幹埋的，得虧有這個雲米智能洗地機 Cyberlight 清掃那招，它是活水自己滾刷，不會越塗越髒，乾濕垃圾都沒問題。而且它這個邊框特別窄，死角也給你一下幹掉。主要管道滾刷還有自清潔功能，垃圾收進來都是分層過濾的。完我發現一機兩用啊，這不光擦地還能逗貓，怎麼回事呢？來吧，提香香了，魔肉、山馬、蒜翅、牛螺、大骨、酱豆、奥包、松玉、煎肘、清炒、魚羊。這天太冷了，给我弟整沒招了，給棉被掏出來了，捂着半天，最後帶着被保地地保娣的隊形走的。好在還沒涼，我奶先幹了一碗飯，然後要跟我爺分一個包子。奶分包這手法絕對有說法。我爺吃上之後問我說：“你這洋蔥餡包挺有味兒啊。”我今天早上給我奶就送點水果，完我奶說這2天有點牙疼，晚上要有飯的話整點軟和的，但是特意強調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別耽誤了，燉爛乎點就行。最近蓮藕不錯，給我奶做了一盤鮮藕丸子，這個真特別好吃，你们要有孫子也讓他給你做一下。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腦餡的包子，给我奶壓的都非常爛乎，沒牙也能吃。我一點不撒謊，我們同學聽說有這包子，打3個小時出溜滑來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個包子，又打3個小時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給奶多囤點口糧。炒了一個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着奶吃，還炒了一盤肉鬆。就這點肉鬆，我弟撅那扒了2個多小時，我站那炒了1個多小時。我說奶呀，孫子和外孫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倆20多歲大小伙子折腰給你炒的呀。頭2天給錢老丈人邮了200斤大米，換回來這個豉汁鳳爪的配方。完了，看我那大米挺值錢，有點不好意思，又在京東超市給我買了1箱生食雞蛋和1箱乾拌飯。這生食雞蛋直接敲碎了就能吃，生產過程有非常嚴格的標準。咱說買生活用品和新潮好物，那必是逛京東超市啊。低至11塊1毛1呢，那叫美好生活一站式，京東超市超省事兒。我弟說這乾拌飯給我留着半夜吃吧，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你錢老丈人還挺懂我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湯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蝦西、藕丸、松、骨糕、疙湯，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們看看我大哈爾濱的冰糖萬物啊！先看一首冰糖大樹，再看看這個冰糖樹葉子，還有冰糖早餐車、冰糖大鐵門、冰糖小路燈、冰糖電線。這一口是枸杞親測啊，說還沒太到時候，稍微有點淡。那些說要來哈爾濱找我幹飯的朋友們，抓緊吧！就這麼說吧，雪已經不小了，我和大哥都準備好了。
哎呀，餓呀，不知道吃啥呀。我都刷了3個小時了，就想出倆菜，跟他媽屁崩的似的。但是這個屁崩的我，那是如雷貫耳、醍醐灌頂、如夢方醒，那個如痴如醉。這水平咋樣？小學畢業證平門考的，尋啥回事呢？這一下可是給我崩悟了。我不知道吃啥下飯，我直接吃烩飯就得了唄。但烩飯這玩意兒吧，有點意思。在我家这不就是剩菜泡飯嗎？哎，那不他媽哲羅嗎？哎呀媽呀，哲羅摇身一變成網紅了。有首老歌唱得好啊，不是你不明白，是他媽世界變化快呀。這倆就是我撲出來的那倆菜，一個是一咬會爆汁的煎豆腐，一個是用25個蛋黃炒出來的小雞翅。哎，這倆都好吃，但你外賣可能買不着啊。我再普及2個生活小常識啊。第一是茄子香不一定油大，但肉多茄子必香。第二是炸完東西的油可以趁熱喝了，因為原湯化原食啊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焦蝦、番肥烩、黃翅、香麩、墨茄。媽呀，坐着我才發現菜咋都一個色兒呢？哎，你看這老小子拿手機要照照片，完發朋友圈了，說哎呀我好累呀，我又做了這麼多菜呀。他媽現在一撅屁股都知道拉幾個糞蛋。